在这里了。你看，这天都快黑了，我们两个还没有冲进去呢。放弃吧，当年百里东军和叶鼎之也曾被他们拦住，更何况你们两个。哼！北斗阵，一人灭。 阵极快，苏沐雨，你身上的醉梦蛊解了，还真是个能给人惊喜的家伙。战局已经开始了，都已经拔剑了，又何必在乎这么多？ 有理。去做你该做的事吧。这些人，我们2人替你拖住。多谢了。能见证一些改变，是我的荣幸。我也是啊。他去的这个方向，范俊楼。所以你们蛰伏良久是另有所图。哼。计划，尹宗应当也有大部分势力被调走，包括这万卷楼。但似乎尹宗的底蕴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厚，有点本事。看来我们那位苏家主已经开始动手了。大哥，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覆灭尹宗吗？尹宗的存亡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 那是天启城的事情，我们此次的目标是那座楼。那座楼有什么特别的？万卷楼里面藏有暗河所有人的讯息，据说从出生伊始一字不漏。那岂不是当年的仇？等我们踏入那座楼再说。穆子良。 为君开路。宗主，暗河众人在一个红衣刀手的率领下冲进来了。宗主，万卷楼那边发出的令箭，应当是有人闯入了。宗主，水官带着一名精通易容术之人，变成了您的模样前来劫狱。苏沐雨现在已经离开永狱了。他们同时派人袭击了琅琊王，攻击了国丈府，这为的到底是什么？ 只怕攻击风小寺那边是假，对我们尹宗的围攻却是真的蓄谋已久啊！他们假意击杀萧若风，借走尹宗的大批人马，致使现在府内守卫空虚。好大的一盘算计呀！只可惜他们忘了，我若是没有后手的话。 又如何执掌尹宗这么多年？万卷楼，我还给他们留着一个大礼呢。为何他们如此在意万卷楼？他们真正惧怕的，不是尹宗的武力，而是尹宗掌握着暗河所有的秘密。只要他们毁掉万卷楼里面隐藏的所有卷宗，他们就能够彻底隐匿行踪，建立一个。 真正崭新的暗河，这一次，我真的是赌输了。只可惜，苏沐雨，你永远都无法得到武建城覆灭的秘密了。你赌他们因为要自由而服从于威胁，可是你根本就不明白。
他们这一路走来，就是因为不害怕威胁而越来越接近自由。我提醒过你，易宗主，把剑都收起来。比起他们来，你的确是个更好的交易对象。哼，只可惜呀，现在绵龙剑掌握在他们的手里。我早就劝过你，苏沐雨第一次来府上的时候，就该杀了他。如你这么说，那当年在惯性之礼上，你就应该杀了他们，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？曾经的穆家家主，逆子者。今日，就由我来完成当日未完成之事吧。杀死苏长河，夺回绵龙剑，由我来统领暗河，再和你易宗主做一场交易。报上你的名字。暗河苏沐雨。你的名字？影宗谢在野。我听过你的名字，直散鬼。让开！认真说来，我们已经间接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，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相见吧。影宗宗主，易卜先生，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长河。正是，暗河打杂人苏长河，奉苏家家主苏沐雨之命，在此留下你的姓名。即便知道对方所有的情报又如何？他还是天下第一，你们还是对付不了他。你方才放下的那一个卷轴，值100两黄金。你还没走？爷爷让我留下来，他说你或许需要我的帮助。我不要你的帮助。你想看的东西，我可以帮你寻到。白小堂。剑心中，暗河。是的，暗河的情报全在这里。我猜，这便是你要寻找的东西。但我也不确定你要找的这里是否都有，毕竟影宗不是万能的，不然天下白小就不会是白小堂了。这些都需要密石才能打开，而密石藏在我阿爷家中。我有。看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拿到这2把钥匙便能得到答案。后来发现，以影宗的态度，必然不会让我们进入其中，
反而还会暴露目的，而被他们以此要挟。于是我和昌河便提前制定了这个计划。我在天启城的万卷楼中找到了当年的隐秘，也知道了吴建成覆灭那一夜涌入城中杀手的身份。是谁？安和。真的是安和吗？当年安和奉命派出杀手93名，协同卓玉洛的几名亲传弟子，发动了吴建成之乱。卓玉洛全家上下67人，唯有年幼的少主存活，任何的逃生，被安和所擒。吴建成少主天生剑体，苏家家主垂涎其天分，故特地安排进入炼炉，以无名者身份培养，以待日后成为苏家战力。是，我一直寻找的罪魁祸首，原来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。动手的杀手93人，存活下来18人。这上面的名单我都看了，每一个是我熟悉的，因为他们都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杀害了。你可以看看。苏邪墨，往下念。苏笑言、谢水桃、穆天泽，这些人你都熟悉吗？这些人全部都在家园里。明白了。宇哥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只是去问些问题，你在这里等着我。里面的人若是醒了，那便让他好好待着。宇哥，放心，总不能昨日还说这里是家园，今日便把整个村子给屠了。苏邪墨住哪儿？村口第3家。好，小心。
前辈好雅兴。很多年的习惯了，喝上一壶酒，吃上一碟花生米，是我每日唯一快乐、轻松的时光。我理解。今日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猜出了你的身份。你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格外的相像。我的剑法和我父亲当年比起来，也并不逊色。你的伞是你的剑，我的伞中藏有18剑，这屋里屋外加起来共18人，刚好一笔剑，取一条你们的命。你来了，老爷子知道我要来。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就这么不是个东西了吗？你似乎很不喜欢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是怕被人看穿吗？以前的你一直被我压着，不敢冒头。如今我的锐气已去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？老爷子既然这么喜欢算计人心，那不如算一算，我进来是打算做什么？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。苏长河，你只是无名者，无名者苏沐雨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，你也一样没有继承苏家家主的资格。唉，被小瞧了呀！区区苏家家主之位，我苏长河看不上。我要做的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是暗河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好，长河，你的寸之剑的确厉害，但想胜过我并不容易。我的剑虽然断了，但我依然是苏景辉。五爪之虎，无尽之龙，不在话下。好身手！当年若不是我苏家，你们俩早死了。鬼窟渊是沐雨背着我爬出来的，
大家长那一剑是他自己接的，我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暗河，但我们会自己踏入彼岸，而你是旧时代的义务。你受了内伤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苏长离，暗河的天要变了。邱叔是不是在想，如果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？你执行过那么多次天字级的任务，每一次出手都定有必胜的把握。想必你等这一刻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而这一次的结果也定和往常一样。邱叔还真是了解我，真是令人感动。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集结起了这个组织，它的名字叫做彼岸。彼岸？你想改变暗河？没错，跨过暗河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有黑暗，而是光明。听起来很振奋人心，不是吗？邱叔是本家族人，从出生开始便当做一个刺客来培养。当真会有人愿意作为一个杀人的工具而出生吗？为什么世人能沐浴阳光，而我们3家的族人却只能居于黑暗？难道你真的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些吗？我自幼被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然想过这些问题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我的双手早已沾满了鲜血，又有何脸面去谈改变这些？是啊，所以我虽然觉得你是我的同道中人，却没有将这戒指送给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虽有觉悟，但你早就已经丧失了勇气。而我们不同，我们还年轻，就像那小说话本里说的，我们正当年，我们离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还不算远。我们还记得未曾远去的少年之心、少年之志。既然我们胸腔当中还有少年之心在跳动，那便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你杀了老爷子吗？邱叔，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是在这个污秽不堪的暗河之中少有值得被尊敬。新的暗河不再需要苏静，他没有死，你带着他离开吧，好好活着吧。或许有一日，你再在江湖上听到暗河的名字，会有一些惊喜。好，我等着。再见了，邱叔。大哥，苏家其余弟子已被控制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
是去穆家那里，择机出手。苏沐雨去哪儿了？宇哥回了朱巢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绵龙剑被穆慈灵带走，现在在穆家手里，我们去朱巢又有何用？如今谢家已经去围堵穆家驻地了，我们何不趁他们两败俱伤之时抢夺绵龙剑？必安成立那天起，我们便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当这个时候徇私，去保护你兄弟的命。你说什么？大战在即，不要起冲突。你若杀了我，又何谈新的暗河？你难道现在还想将大家长的位置留给他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依据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无论如何都会把那把剑追到手。他既然选择没有去追穆慈灵，而是回了朱巢，那就说明那把剑一定有问题。也就像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跟穆家拼个你死我活。你如果也这么蠢的话，那你就去陪葬吧。既然如此，说清楚就好了，何必这样？大哥，定外，有句话你确实说对了。苏沐雨这条命我还真就保下了。任何人都可以死，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我死了。你们在朱巢门口等我。是。这琅琊军一路北上，势如破竹，这些驻军们根本就无法阻拦他们。可父皇偏偏此刻病倒，这一切真像是一场精心谋划的棋局，而我们都是被困在其中的棋子。那你可想到什么办法了？我派姬雪过去了，她应该很快就会见到萧凌晨了。你想让姬雪去说服萧凌晨？你说，若此刻萧凌晨说不打，会有什么变故？他会被我的父亲绑在马上，灌上哑药，就算压着，也要让他去上战场。你说的对。那你为何还让姬雪去寻他？但是我要知道他真实的想法。这北离的月亮，不如我们海上的月亮好看啊。怎么不如了？我们海上的月亮又大又圆，这北离的月亮呢，看着有点血色。你觉得呢，姬雪姑娘？你还认得我？当然认得，毕竟你生得这么好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跟着你跑，你做什么我做什么。但是你好像只喜欢跟着他现在叫萧瑟。怎么，
他派你来的，想劝我退兵。那你会退吗？自然不会啊！我必定马踏天启，直指泰安殿。这真的是你真实的想法吗？我父琅琊王萧若风在上，赐萧凌尘句句真心。东邪，萧凌尘这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自然记得。这小琅琊王自小住在军营当中，染了一身草莽的习性。每次大宴的时候，站在贵族中间，一点都没个皇室贵族的模样。几日之后，这个一身草莽之气的小琅琊王，便将登上帝位了。此事真的这般容易？还差最后一步。哈哈哈！哈哈！不差了。看来王爷对我很有信心呐。看你笑那样，本王和大剑让你做的那些事情，你可办妥了？我已经说服我师父卓心公公，他老人家愿意为我们出山。哎呀，可费了我好一番口舌呢。你师父卓心是上代5大剑中唯一还在世的，由他做接下来的事情，最为合适。不过还有一样东西，朝中百官相迎的亲笔联名手书，已在身上。那个最重要的人，也已经写下了他的名字。这般顺利。看来琅琊军一路势如破竹的杀来天启，已经把朝中百官杀破了胆了呀。但我有一件事情，觉得略有蹊跷。你是说蓝月侯那边？据大剑所知，王离天军的虎符一直在蓝月侯手中，如今琅琊军近在咫尺。200里外的王离天军应该迅速调入天启城中才对呀。萧楚河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皇叔莫要着急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好，我给你时间。那你告诉我你需要多久？如今秦王令已发出，其他2军何时支援天启？3日之内便能到达天启，但琅琊军只需2日。如果我们现在把王离天军召进城内，只需抵抗1日，便能等到援军。到时候内外联手，便能平定这场叛乱。真的会这么简单吗？为什么2军来支援的速度如此巧合，不快又不慢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？好，我再等你1日。1日之后，我会亲自率人出城，去迎那王离天军。多谢皇叔信任。殿下，藏民虽然看不见了，但也能感受到殿下心里十分烦忧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蓝月侯依然没有去传王离天军。王离天军的李将军已经发了3份军报，也没有得到入城的许可。这王离天军反而更着急了。他们自然着急。不入天启，他们就要正面迎上琅琊军。王离天军已经10几年没有打过1场仗，如果正面对抗，只会被打成肉泥。殿下，你说此事会不会是永安王那边安排的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永安王自幼便长在琅琊王的军帐之中，与萧凌尘、叶笑英都交好。而且蓝月侯现在明显是站在他那边的，不让王离天军入城，而让琅琊军轻易攻城而入，是否会是他的打算？你会杀了千百人，只为救1个人吗？
这要看救的那人是谁了。他是琅琊王，受万人敬仰的护国英雄，也是老六最敬重的人。如果杀一个人能为他翻案，但这个人若是无辜的话，他也不会这么做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他会觉得手上沾上一滴不义之血，便是玷污了琅琊王，所以他更不会以天下人为代价。王离天君不出兵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觉得此行不可。不下了，怎么说我的棋也算是得了阿爹的真传，就是下不过你。你呀，就是太急了。有的时候不要着急认输。虽然这棋局看上去败相尽显，但也只靠一步棋就能反败为胜，神转。我怎么看不到啊？我也没看到。这外面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你们居然还在这里下棋，这要是被蓝月侯知道了，怕不是要被气吐血。哎呀，若依姐姐，萧瑟就是喜欢故弄玄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呀，肯定早就有主意了。这次你可说错了，你看这棋局，就跟现在的天下一样，一团乱麻。我见到萧凌晨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这次来就是要马踏天启，直杀太安殿，而且还是当着他父亲的在天之灵发的誓。没了。他最后还说了一句：“我萧凌晨身负琅琊王之血脉，又岂有后退之理？你萧楚河承袭琅琊王之衣钵，又岂有不战之理？”完了完了完了！他之前看起来像是跟我们一伙的，现在看来是要跟我们不死不休了。身处险境，方可绝处逢生。神转之棋，我找到了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是的。他脑子是不是有病？据我所知，是没有的。他人呢？为何不自己来见我？他说怕侯爷听了拔刀砍他，就先溜了，去白小堂那儿了。怕我砍他？我明白了，他和叶笑英和萧凌晨是一伙的。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。他为何要这么做？萧瑟说：“求您信他。”信他？这要错了，可全完了。可就算对了，也不一定会赢啊。蓝月侯已离城而去。亲自去传唤王离天君，看来他终于是忍不住了呀。殿下，龙邪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我觉得如今我们做的这件事情风险很大，很多事情都可能变得不受控制。首先，琅琊军进城，我们便已经陷入了危险的境地。其次，如两军联手，仍不是琅琊军的对手，当如何呀？哼，打仗本来就是一场赌博，在离桌之前，谁也不知道结果。但有的时候，就是得搏一下。我萧雨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都是靠自己抢来的，我不怕输。诸君，天启城就在眼前了。
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叶师叔，距离我看到这样的天气已经很久了。不久，不过是大梦一场，苍龙梦醒，便该震吼。师叔，你的这些话是我姨告诉你的吧？昔日叶师叔征战沙场，叶姨白衣剑舞，堪称绝世。你姨不在了，但那白衣还在。诗诗，你能回来，我很高兴。师叔，那2支军队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出现？我已经做好要大战一场的准备了。哎，别着急，那些躲在阴暗处的人，可不敢现在出来对抗。你放心。只要你攻下天启，那些人自然就会出来，到时候再打一遍就是了。师叔说的有理，不过都是些蝼蚁一样的货色。哼，我可等不及他们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君临天启了。君临天启，军队的军，还是君王的君？现在是军队的军，以后或许就说不准了吧。枪！哎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夏神医，夏神医，陛下，你终于醒了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战场上的号角声啊！长青，长青！陛下，外面发生了什么？回陛下，琅琊军已经在天启城外了。终于还是来了。殿下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圣上醒了，还请殿下速去太安殿会合。醒了？偏偏在这个时候。可是蓝月侯并没有把王离天军带回来，城中只有一些守城兵跟禁军。你说蓝月侯会带着王离天军去哪儿？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蓝月侯打算在城外直迎琅琊军，那无异于以卵击石，毫无胜算；第2种，蓝月侯自知没有希望，弃城而去了。不，还有种可能。萧楚河想故意引开蓝月侯，他想和叶笑英以及萧凌晨联手。那琅琊军岂不是能毫发无伤地进入天启城了？不会。虽然没了王离天军，但禁军、虎贲郎以及天启城的一众高手还是会重创琅琊军。好，我们去太安殿。殿下，此时何不避其锋芒呢？不。今日这一场好戏，我是必然不能错过的。若我发出令箭，就带他入宫，有他相守，千军万马也杀不了我。从前只在书本上听到过战场上的号角声，如今亲耳所闻，只觉得书中所描写无法传达这号角声之悲壮、之恐惧、之雄迈的分毫啊！小徒弟，我可没你这么淡定。我没有那般诗情画意，我只知道我们快死了。死在琅琊军的铁骑之下吧。说来讽刺，
我幼年时听书，只听得琅琊君守护北离安定，那可是天神下凡一般的存在，受人敬仰。可如今，不过，师傅，徒儿我可不会让你死的。我这就带你离开皇宫，咱们无官无职，琅琊君应该不会为难我们的，啊？你确定？放心吧。萧瑟让我们去个安全的地方，有司空姑娘保护我们。哼哼，天启，天启城本是一座军城，易守难攻。哼哼，我们琅琊军要几日可攻入此城啊？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这座城中最大的战力就是王离天军。虽说这支军队战力不强，但其天机弩阵却非常适合守城。所以说，就算是咱们琅琊军，也得花上2日的时间来攻下。那若是不惜代价，那便1日。这也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原本会以为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攻城大战呢，这就投降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怕其中有诈？是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。先打开城门，让敌军进入，最后斩杀旗手，以退其军。在一场毫无希望的死战中，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，所以说，不能排除他们做了这样的计划。现在城门大开，我们难道因此要畏首畏尾吗？斩杀敌手，本王就在这里，项上人头就在这里，到时来取啊！出城，撤！20万大军就这么杀到了天启城下吗？是凌晨带兵吗？回禀圣上，还有大将军叶小英陪伴其旁。凌晨是个心善的孩子，跟他的父亲一样，至少天启城不会有损伤。传令下去，不要有无谓的冲突。我们在这儿等他。圣上，秦王令在圣上昏睡的时候已经送出，此刻应该退守剑阁，等待援军到来。20万大军，就算退守剑阁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下面，这都是北离的良将，我们退守，他们就要去死战，要让他们死在这无谓的战争中吗？无谓。当年我父帅每次得胜归来之时，就会这样行着马，慢慢地走在这条街道上。所到之处，路人皆是跪拜行礼，眼中全是崇敬之情。可他们现在连出门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。很多人都已经不一样了，这座城也不是曾经的天启城了。自打我父帅死的那天起，天启就已经死了。世侄，那些人现在应该聚在泰安殿等我们。那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吧。将军也请稍等我片刻，我去趟太庙。撤！
国师啊，你有何打算？顺天命。那天命会站在谁那边呢？许多年前，他曾经站在琅琊王那边，可是他自己放弃了。就算千人临世，也抵不过20万雄师啊！太叔爷，凌晨，是我，太叔爷。你回来了，很好啊。太叔爷真的觉得很好吗？若奉背叛谋逆，太庙里不会供奉着他的名字。明天就会有了。太叔爷，请给我一炷香。列祖列宗在上，凌晨今番回来，必替我萧氏皇族平清叛乱，重塑皇祖朝纲。保护殿下！国师自有疼爱我，放心，他不会杀了我的。一别多年，小友可好？不好啊，吃的也不好，睡的也不好。倒是自从踏入这天启城之后呢，开始觉得有点好了。哪里好？能杀我想杀之人甚好。你和你的父亲很像，但你父亲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那是因为我的父帅当年遭遇那些事情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年轻，而我很年轻，我还有机会可以犯错。有的错犯了可以回头，有的错犯了，便可能是这辈子所犯的最后一次错了。那国师，你说，当年我父帅死在法场上，他有什么错呢？琅琊王没有错。是啊，有错的人是明德帝。那他是不是应该付出代价了呢？国师，我父帅那样的人，或许几百年才出一个，万人敬仰他，可我不想成为他。楚河，父皇，你自小与凌晨一起长大，届时要大义相劝。萧氏一族不可发生内斗。我与若风这辈子的恩恩怨怨就到这儿结束了。父皇放心，儿臣定当守护天启，守护萧氏一族，守护父皇。
楚河。哼，笑话！不知七弟觉得我哪句话是笑话？我听闻蓝月侯前一日去了你的府中，第二日便离城而去了，说是去迎王离天君，可至今未归。我还听说，天启城城门大开，迎琅琊军入城，也是蓝月侯提前下的令。我看你和蓝月侯根本早就和叛军串通一气了，要把这天启城拱手让人呢。想不到七弟常居府中，消息还如此灵通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让琅琊军与那王离天军血战，付出惨痛的代价，杀到天启城中，踩着那天启城民的尸首，一路杀到泰安殿，再把我们这些萧氏皇族杀个干干净净。好让那上军与下军坐收渔翁之利，是吗？